当美国大兵将他们赶进由处栏改造而成的集中营中时，12万名日裔美国人没有一句怨言。在他们看来，自己的顺从将会获得美国人的赞许，短暂的磨难将换回一个忠诚的证明。可是，美国人自始至终都完全不信任这些二等公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大多数德裔美国人从未因纳粹的缘故被美国当局针对，但是等待着全体日裔美国人的却是一段漫长且痛苦的监禁生活。虽然今天的日本给人们的印象是极富民族自豪感，然而在历史上，日本人却是一个热衷于移民的群体。明治维新不仅向西方打开了日本国门，同时也让日本人拥有了走出去的机会。对于明治维新结束时的3000万日本人而言，小小的日本列岛贫瘠且拥挤，为了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对外移民绝对是一个经济划算的选择。但是日本的西边是人口稠密的清朝，只有向东才能找到合适的去处。于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无数日本人奔向太平洋，而他们的第一个移民目标便是夏威夷。此时的夏威夷依然是一个独立王国，海量日本移民的涌入令夏威夷群岛的种植园经济一时无比繁荣。然而，随着日本人比例的提升，觊觎夏威夷群岛已久的美国开始担心日本帝国会跟随移民的脚步，占领这个至关重要的群岛。当日本移民超过夏威夷总人口的1/5之时，美国终于坐不住了。1894年，美国人废除了夏威夷末代女王，并展开夏威夷同美国合并的谈判。当岛上的日本人听闻夏威夷将会成为美国领地之后，不仅没有感觉到紧张，反而为有机会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感到开心。1894年8月12号，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海外领地，而预想中的日本人骚乱也完全没有发生。对日本人的顺从感到满意的美国，在合并夏威夷事件后网开一面，借着合并的机会，许多日本人自夏威夷进入了美国西海岸。此时，排华法案的实施也让日本人可以通过抢占过去华人的工作，顺利地在美国站稳脚跟。19世纪末，在美日本人数量大幅攀升，同时随着这些日本人在美国结婚生子，拥有美国国籍的2代、3代日裔也逐渐增多。这些新日裔对父母口中那个拥挤而压抑的国度毫无兴趣，许多人终生未踏入日本。在这些人看来，虽然自己长了一副亚洲人的相貌，但是却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进入美国西海岸，美国本土白人对日本人的恶意渐渐高涨起来。在日本人看来，他们是忠心耿耿的美国国民，可是对于美国人而言，不管华裔、朝鲜裔还是日裔，总的来说都是一群抢占白人资源的外来户。为了获得美国人的认可，此时的日本人积极进入西方学校，还坚决同其他亚裔划清界限。然而这一系列舔狗行为并没有获得美国人的尊重。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新的移民法直接禁止了来自东亚等地的一切移民。新的移民法虽然关上了日本人进入美国的大门，但是却没有驱赶已经在美国繁衍生息的日裔美国人。而这些已经在美国扎根的日本人不仅没有反对美国关上大门，反而帮助美国人摇旗呐喊。他们通过支持美国的移民法，积极同日本本国人划清界限。20世纪20年代末，日美关系愈发紧张，日裔对美国人的跪舔也愈发积极。然而，这些表忠心的做法完全没有改变日裔在主流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当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日裔比谁都显得义愤填膺。他们表示愿意第一个加入美军对日作战。然而，等待着这些人的并非美国军队的一纸调令，而是一份针对全体日裔的拘捕通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时间，罗斯福政府就找到机会，加班加点地通过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该命令授权美国执法部门将所有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统统转移到美国内陆的搬迁中心。在美国政府的公文当中，所谓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指的是那些可能向轴心国提供帮助的人。以这个标准而言，日裔、德裔以及意大利裔美国人都应该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但是，第9066号行政命令的执行结果却变成了一场对日裔美国人的集中迫害。在行政命令发布之后，美国西海岸的12万日裔开始了一场苦难之旅。他们被各州政府组织起来，统一前往位于美国内地的由牧场与畜栏改造而来的禁区。
虽然在这12万日裔当中，超过60%都是拥有美国国籍的2代与3代移民，但是美国人对这些同胞毫不手软。关押日裔美国人的集中营，除了没有毒气室以外，几乎同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别无二致。集中营都位于美国内陆的荒原，四周都被铁丝网包围，日裔们原有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只能在集中营中过着囚犯一样的生活。在集中营里，夏天极端炎热，而冬天极端寒冷。同时，即使是临时搭建、缺乏设施的木板房，分配到每个人头上的居住面积也不到5平米。不仅生活条件极差，日裔在集中营当中还要像劳改犯一样承担美国政府强制下发给他们的工作，而每天的伙食费仅有50美分。但是，令人惊奇的事情是，如此过分的待遇居然完全没有激起日本人的反抗。事实上，在纳粹的集中营当中，前景暗淡的平民与战俘们都尝试过以各种手段对抗集中营的德军。而在美国人的集中营中，日裔们似乎认为他们承受的莫大冤屈都是美国对自己的考验，他们依然相信只要渡过这一关，就能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而更加令人诧异的事情发生在这之后，当时间来到1943年，人力吃紧的美国陆军开始考虑从日裔美国人中征兵充当炮灰时，这些敌国侨民居然爆发出了令人吃惊的参军热情。在二战开始之前，大约只有1300名日裔在美国军队中服役。随着日美开战，这些人被毫无悬念地监视了起来。然而，当征兵的命令传到正在被监视囚禁着的日本人群体当中时，不仅这1000多名前美军要求回到军队，许多同美军没有瓜葛的日裔也要求加入美军作战。日裔的狂热令罗斯福感到震惊。为了给这些人报效祖国的机会，美国陆军特意组建了全部由日裔构成、编制人数3800人的第442步兵团。这个步兵团被派往欧洲战场，而没有在第一批征召名单中的日裔则作为后备力量，在前方出现损失时随时补充空缺的名额。庞大的后备人力令442团成为了美军在欧洲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作战单位之一。同时，为了向美国人证明自己的忠心，442团在作战中也极其卖力。统计数据显示，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编制人数仅有3800人的442团居然获得了9486枚代表负伤的紫星勋章。为了对日裔的付出表示感谢，美国总统杜鲁门还在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亲自视察了这支部队。可是442步兵团在前线的奋战并没有换来集中营的解放，美国人对日裔的囚禁在二战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成了一笔烂账。442步兵团的表现并没有帮助集中营的日裔走出困局，直到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初，美国才逐步允许被囚禁的日裔从集中营返回家乡。可是，在3年的囚禁生活之后，这些日裔的家乡早已物是人非，他们在战争中被直接征用的各种物质财富总额就达1亿美元以上，而这3年损失的收入以及失去的各种机会，更是一个难以计算的天文数字。可是，当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忠诚的日裔在向美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时，后者却并不想承担什么责任。美国人的态度最终令日裔美国人如梦方醒，他们明白了卑躬屈膝换不来尊重，只能让自己一直沦为2等公民。日裔美国人开始走向街头，大声声张自己在二战中受到的种种委屈。而在日裔选择抗争之后，美国政府才开始正视他们的需求。1948年开始，美国政府决定逐步赔偿日裔在二战中遭受的损失。可是，当15年中美国仅赔偿了3600万美元之后，日裔对美国政府的意见不减反增。但令人深思的是，最终为日裔争取到足额赔偿的，反而是一直以来被他们嫌弃，如今却成为美国重要盟友之一的日本政府。当时间来到80年代，为了争取极度富裕的日本政府的支持，里根批准了最高13亿美元的赔偿方案。这笔钱最终令多数日裔选择息事宁人。不过，或许他们现在终于明白，无论身处何方，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永远都是日本人。